殿下，快起来！殿，是老夫让殿下为难了。将军还好，殿下放心，这点伤老夫顶得住。我们没有做过，不会让陆远屈打成招的。这是金疮药，回头给沈将军敷上。谢殿下。本王绝对不会让忠臣再受诬陷。沈将军，坚持住。丝竹房一案已有转机，不过要拿下陆远，本王还需要一些时间。只要我们打死不招，陆远是拿我们没有办法的。本王现在要想办法，将陆远困在廷尉。老夫明白。从健康发来的我们武昌的军粮，本该昨日就到了，可粮队离开健康之后，就失去了消息。什么？再去找，找不到粮队，你们一个也活不了。是。启禀将军，前几日末将巡访，听到了一些传闻。传闻？武昌城内老百姓都在传言，武昌城内有绥远军出没。绥远军？是。将军，粮队到了。将军，粮食是粮食。你是谁？健康出事了，彭城王奇袭了我们栖霞山的驻防，护军也被打入狱，健康情况现在十分危急。护军在狱中迫不得已，才命我送粮至武昌，调兵救援。只是我们在途中又遇到了绥远军。绥远军不是在北境吗？定是武昌之事暴露，他们想要找到护军的养兵之地。将军，等不了了，护军现在命在旦夕。将军若是还不信，虎符在此，一验便知。虎符已至，还不从命？就凭这一支虎符就想调我武昌的兵，护军没给你别的？实话告诉你，就凭这一支虎符，调不动我武昌的兵。护军早有明令，除了虎符，必有加盖护军大印的兵函才能调兵。至于这支虎符，我怎知你是不是偷的，谎报军情？是这个吗？事出紧急，护军现在已经身陷大牢，彭城王已经把他身边所有的亲信都拿下。若此刻调兵回健康，护军还有一线生机。若你再犹豫不决，不出几日，护军和这里的重兵都将全军覆没。这样的后果，你担得起吗？来人，在。绑了。是。陆平，你这是要反吗？若是耽误了救护军，就算把你千刀万剐也不够。先押下去，马上派人去健康探听消息。是。走。陆平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！陆护军是怎么对你的？撤！李哥看来有危险了，该我了，一切按计划行事。好，走，你们跟我走。是。你们放开我！老实点。快去救陆护军！你们放开我！老实点。陆平，我今天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，你会后悔的。闭嘴！你们松开我，陆护军有危险。走。你放开我！就知道这个陆平没那么容易上当。好在提前让师兄和霍大哥在外例行准备，加上四哥在健康的筹谋，就不信你不中计。
多少天了，还没查清楚？下官确有失职之处，但人证物证尚多有矛盾。矛盾？你是说那些驻防匠人指证陆护军的事？是。殿下，人心易惑难测，但是那些兵器，以及兵器上的绥远印记，可是实实在在的。皇上有旨，3日之内查出真相，人证物证缺一不可。陆护军若是质疑那些证人证词，那就亲自挨个排查清楚。如果那些证人证词有虚，相信以陆护军之能力，定能有所察觉。是。本王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3日之内，定要给我查个水落石出。查不出来，你们所有人都不许离开廷尉。下官领命。廷尉，殿下，管好你手下的人，不可屈打成招。是。切断陆府与外界的一切联系，散播陆源已经被打入大牢，绥远军正赶往健康的消息。密切关注武昌郡。是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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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快回去报告，护军出事了！黑甲军，别说了，快上马！撤！撤！撤！师兄，做得不错。当然了。我已派人去健康，若真如你所言，我甘愿向护军领罪。愚蠢至极，纯属多此一举。事关重大，我不得不小心谨慎。你到底是小心谨慎，还是胆小怕事？你派人往返健康打探，时间就来不及了。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不相信虎符，不相信调兵函，但是你不能拿护军的性命做赌注。护军费尽千辛万苦，厉兵秣马，养你们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派上用场。可是现如今他有难，你却在此百般纠结。你就是用这种态度回报护军的吗？黑甲军，有你这样的将领，真是悲哀。沈廷章，还不赶紧画押？这样大家还可以早一点离开这里。王祥，我可没有耐性在这儿陪着你们耗，招了就少受一点皮肉之苦。哎呀！
何必如此呢？陆远，我们父子都是在血雨腥风中摸爬滚打过来的，没有做过的事，绝不忍。你打死我们，我们也不招。既然都是硬骨头，看来我得换一种方式了。爹，陆远，你放手！陆远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爹，给我压住他！爹！陆远，卑鄙小人！爹，爹！廷尉留步。中军为何在此？陆护军在提审嫌犯。此乃廷尉大牢，任何人审讯疑犯，本官必须在场。廷尉，不是廷尉，廷尉！沈将军，没事吧，沈将军？哎呀，陆远，这里是廷尉，你们中军敢要私刑？廷尉，你何时看到我动刑了？你，来人，在，立刻禀告彭城王，说沈廷章父子已经招供，请他前来裁决。是。天人当道，大宋之爱。殿下，廷尉那边传来消息，沈家父子已经招供，陆护军，请您前去裁决。武昌那边可有消息传来？暂时没有。就说本王病重，一定要拖住陆远。是。快来人呐！殿下要咳血了，快传太医！殿下病了，所有的医官都进了府，听说还咳了血。病了？曹参军还说让护军仔细审，再审清楚些，等殿下一醒，他第一个奏陈此事。看来他是铁了心要把我困在这里。今日我要回府。护军，您就别问那小子了。彭城王有令，此案不结，任何人不得离开廷尉大牢，也包括护军您。下官告退。等等。是。来，舅舅，侄敬您一杯。哎，好。殿下，老爷，护军此时还在廷尉，会不会有危险啊？唉，这沈廷章真是硬骨头，他死不认罪啊，害得彭城王是雷霆震怒。陆护军专审此案，可能得费些手段，真是难为护军了。不肯认罪好办呐，用大刑啊，谁也熬不过大刑的。本王相信护军自有办法，只要这沈廷章一死，朝堂可就在咱们手里了。哎，到时候本王定不会亏待你陆家。哎呀，殿下这是识人善用啊！从今往后，只要您一句话，我们就是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那到时候舅舅的生意可真是越做越大。那是自然，有您殿下撑腰，陆家一定前程远大呀！哎，殿下，上次住房被毁，
老夫已经有计划了。老爷，护军说过，这驻防的生意混账！殿下又不是外人，等到风声一过，这驻防的生意还是要开起来的。这么好挣钱的买卖，不干是白不干的。殿下，您说呢？当然，当然。来来来，接着喝，接着喝。起开！侄儿，再敬舅舅一杯。哎，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同饮同饮同饮。来来来来来来。修为，护军让你来，所为何事？信已送到，在下告辞。北困，速找靖灵王相助。好酒。符令到底会在哪儿呢？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玄刃只有一响，后面都是石头，够用了。将军，怎么这么快回来？被伏击了，是他救了我。健康有消息吗？还是没有联络上。将军，这次护军恐怕真的出事了。退下。是。你是哪一支黑甲军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霍云，我是守栖霞山的。护军已经被彭城王关进廷尉，我是来通报消息的。谁知在路上碰见绥远军追杀，把那个女的给我带过来。是。霍云，霍云，你还活着？护军以为你们都被抓起来了。快去救护军吧，再晚真的来不及了。大管事，大管事，蠢材，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？难道你非要等到护军一败涂地，你们才去健康替他收尸吗？护军平时煞费苦心培养你们，没想到重要的时刻，你们却一个个当了缩头乌龟。将军，外面好多！什么？将军，我们得到护军的调令，要连夜将这批玄刃送往武昌。为了躲避绥远军，我们耽误了一日。难道你没有得到护军的调军令吗？陆平，虎符、调兵函、玄帖，你还是不信？说什么小心谨慎？我看你根本就是不忠不义。我们的命早就是护军的，为护军，我们一死何惧？那还等什么？全军集合，兵进健康。是。殿下，哎，怎么样？
禀殿下，姑娘的飞鸽传书，路远的黑甲军役星夜兼程，赶往健康。啊，姑娘没事。我要问的是沈风。爷已在途中。好，密切关注，有什么情况，及时禀报。是。哎呀，殿下！如果沈小姐成功的将黑甲兵带回健康，我们又没有诏书，那陆远走投无路，定会将豢养黑甲军一事栽赃给殿下呀。要真是这样，殿下只怕难以脱身。于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，其犹未悔。殿下，去看看母妃吧。母妃，以前是儿子不懂事，只要母妃喜欢，儿子都听您的。轩儿，可是发生了些什么？没有，母妃多虑了。我给您倒茶喝。儿子总是忙于朝堂政务，可只要一想起小时候陪伴在母亲身边的日子，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。是啊，一转眼啊，你们就长大了，有自己的事情了。将来呀，还会有自己的家，能时常惦记着母妃就好了。母妃，您的手啊，没事，没事。哦，对了，我包好了栗子，我去拿。哎，母妃，您看，这是什么？什么？我已经替您包好了。你包的？嗯。好吃吗？轩儿包的栗子就是好吃。母妃，轩儿时常想起以前我和四哥一左一右伴在您身边，您也经常包栗子给我们吃，而且还多给我几颗呢。所以我现在觉得栗子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。好，那从明日起，母妃每天都包好，等你来吃，好不好？好。纵能交心，不过一场花雨。情心暗许，郎却无意。公子，后会可有期？看来彭城王这次要有大动作啊，值得吗？一将功成，万骨枯。你怕了？
不怕。人都到了，都到了。从今往后，再不必喝了。是。护军，护军，陆护军，彭城王有请。护军，请。这一首行军调，乃是你祖父陆章将军曾经交给本王的，陆护军应该很熟悉吧？如今悠悠数载，物是人非，乐律之事，下官略通一二，不及祖父，更不及殿下。周礼春宫曾曰：“皆闻之以五声，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”孟子《离楼上》一书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。依陆护军看，何为五音？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，五音与五脏相配。陆护军所言甚是。据本王所知，五音亦可作他节。国语周语下曰：“夫公，音之主也，地及羽。公为主，商为下官，角为民。公属土，君之相也。此五音亦为天下根基。护军可知此节？公即音之主，君之相，掌国之脉。当初护军之祖之所以把五音化作万里河山图，就是为了以谋后世，是吗？可这天下根基到底在哪里？这宫又在何处？是这健康，这朝堂，还是九五之尊？依本王看，恐怕都不是陆护军心中的公吧。下官之本心，
自然系于朝堂。殿下今日有心弹奏古曲，看来殿下的病已经痊愈了。下官已经拿到沈直和沈廷章的供词，他们二人对驻防之罪供认不讳，还请殿下早日了断此案，以护朝堂之根基呀。只顾音律，本王倒是忘了正事。彭城王，今日的确有事情，要做个了断。胡军，请。参见彭城王。你跟我来看。听，来了。大宋竟有如此虎狼之事，本王主政这么多年，竟一点都不知道。陆虎军，你呢？下官也不知啊。那这就奇怪了，他们可都是为陆虎军而来的。倘若真的是为我而来，那下官今日若不能安然无恙地走下这城楼，他们恐怕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杀！是吗？这玄气剑是假的。我们中计了，撤！转！
诸位，精彩吧！殿下英明。殿下这招逆转乾坤，可谓是韬光养晦，有勇有谋呀，下官佩服。只不过殿下，你千算万算，还是算错了一点呀。陆护军还以为今日可全身而退吗？殿下以为今日不能全身而退的，只有下官一人吗？殿下怎知，下官秘密驯养这支玄铁精兵，难道是为了我自己？就算下官有天大的胆子，下官也不敢呀。下官若死，殿下的六弟亦死。下官手上可有晋灵王锻造玄铁、驯养精兵的符令？殿下若想听，我现在就可以念给你听，我也可以念给满朝文武听。下官的命，晋灵王的命，你都想要吗？你威胁本王？下官贱命一条啊！你若想要，随时都可以拿去。只不过晋灵王，他可是殿下最亲的六弟。殿下，晋灵王前来领罪。不该说的话不要说。来人，把他拉下去。殿下，晋灵王前来领罪。住口！是我让他，我让你住口！晋灵王胆敢对本王不敬，禁闭王府司供，带下去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陆远涉嫌谋反，即刻押往廷尉，听候发落。太妃，不好了，晋灵王出事了！怎么回事？晋灵王与陆护军涉嫌谋逆，调兵围了健康，被彭城王亲手抓住了。太妃，我要去找康儿，我要去找康儿。四哥，手指一段缘起，心知千言万语。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去冒险了。我害怕，害怕你再也不会出现。你知道这几日我是怎么熬的吗？答应我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要再离开我。人快与恨不能刀剑相比。有没有受伤？四哥，我们终于成功了，陆远终于被抓了。你能平安回来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下彭城王那个奸佞小人，总护不住陆远了吧？
四哥，我跟你说说，我们是怎么闯进武昌驻地，骗陆平出手的吧？一开始那个陆平根本不相信我。六弟，四哥，你真的了解我吗？你我之间何曾推心置腹过？不要做出让四哥失望的事。终有一天你会明白。好，那六弟等着那一天。殿下。原来他早就打算牺牲自己，孤身入局。是我这个当哥哥的没有护好他。此生泪如小小无边织，痛到风花雪月与你。用尽这一生的眼泪换不及而遇，待天开运气再来及。此刻各自切切藏心志，爱抚到笔尖巧与绿，踏过这一刻的生死绝尘。